10年70亿2架，这大概是人类造过的最贵的飞行器了啊！不，自信点，平均下来35亿美元一架，它就是史上最贵嘛。它们是 RIH-66科曼奇，美国陆军魂牵梦绕了很多年的隐形直升机了。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它的故事。上世纪80年代初期呢，苏联仍然是美国最强大的假想敌。尽管不到10年以后，这个敌人就会倒下，但那个时候有谁会知道呢？所以抓紧时间造出更先进的武器是个相当符合逻辑的策略嘛。美国陆军一门心思想的就是拿什么来替换掉自己有点过时的直升机了。确切点讲，是拿什么来替换 AH-1眼镜蛇和 OH-58奇奥瓦，一架负责攻击，一架负责侦察。这个是当时普遍的战术啦，先用侦察直升机来找到敌人的坦克纵队，然后再派出攻击直升机去实施攻击。替换 AH-1眼镜蛇的 AH-64阿帕奇，他们已经找到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要找到能够替换奇奥瓦跟阿帕奇一起打配合的侦察型直升机了嘛。不过这个时候呢，情况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变化，一样东西它的出现极大的就刺激到了陆军了。它就是空军的隐形战斗机 F-117了。陆军一看，哟吼，隐形，这可是个好玩意儿你空军能用，咱陆军怎么就不能用了呢？于是他们就要求咱这下一代的侦察型直升机也要是能够隐形的。而且既然都能隐形了，那干脆攻击的属性也要给它加上呗。要既能侦察又能攻击，最好这2样还是能够在同一时间完成的才好呢。这就是科曼奇诞生的前提了。本质上，它还是一架偏重侦察的直升机，但是在找到目标、报告方位、等待更多阿帕奇加入战斗之前，它仍然可以优先选择自己想要动手的目标，成为一个所有人都梦寐以求的黄金队友嘛。当然，可想而知你要想让一架直升机隐身，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一个团队 hold 不住，那就2个团队合在一起开发呗。波音和西科斯基，就这么绑在一起了。在收到陆军开出来的第一张28亿美元的支票之后呢，科曼奇的诞生之路正式开启了。咱们先来说好的有了固定隐身平台 F-117的经验与教训波音西科斯基团队呢，在把科曼奇的机身做成隐身上面，倒是走了不少的捷径首先，他们知道要利用那种为夜莺营造出神秘视觉轮廓的带有多变角度的雷达反射表面。同时，他们还知道这些表面本身呢是由能够吸收雷达波的复合材料制作而成的，以进一步减少雷达反射截面。另外，这架隐形直升机的排气方式还别出心裁是通过其被遮蔽的尾部来进行的，连红外特征也给隐藏得很好。综合起来，据说其雷达截面只相当于要被它取代的 OH-58奇奥瓦的250%，而红外特征呢也只是后者的25%，就使得它既难在雷达上被发现，也很难被那些利用红外引导的巡热导弹所击中了。这个升级看起来真不是一点点好，机身隐形了，那旋翼呢？都知道那玩意儿就是一个巨大的噪音制造器嘛。你如何才能够让它既保持高速旋转，提供良好的升力，同时又要避免夜间在划破音速之后产生音爆呢？这中间的确是很难拿捏波音西科斯基的解决方案就是用一种向下倾斜的特殊叶片造型。虽然飞近了还是能够听得到，但据说其旋翼发出的声音已经减少到了传统直升机的1半左右了。至少这就意味着，在它接近你之前呢，你所拥有的准备时间就变得更少了。最后，为了实现侦察和防御目标，一整套的雷达预警系统、电子战系统、先进的数字座舱系统以及薄条和照明弹欺骗系统、凯夫拉复合石墨的防弹装甲，通通都给装上了科曼奇，让雷达发现不了它，导弹瞄准不了它，就连你仅剩下的重机枪在对着它突之后呢，也突不穿它的装甲相当好狠。可人家却可以对着你嗖记住科曼奇的本事呢，不仅仅只是隐身它的火力也被隐藏其中。在打开机身2侧的弹药舱之后呢，6枚挂在支架上的地狱火导弹就现出了原形了。一门20毫米的 XM301 3管加特林机炮也适时的从机身里面就伸了出来。这还只是它比较保守时的状态要是已经取得了空中优势了，换句话说就是咱现在不用跟你玩躲猫猫来隐身了，就大大方方的挂着导弹来轰你，还可以外挂支架，再带上8枚对地的地狱火或者16枚对空的毒刺，可谓是文武双全好了，奇怪吧？这浑身上下全是优点，科曼奇怎么就从来没有服役过呢？因为它的缺点也很多嘛。下面他们就都来了
首先是隐形外观造成的麻烦了啊，这种多棱角的造型呢，也许对雷达波的扩散和干扰非常友好，但是却对飞行的稳定性非常的不友好。F117为了克服它，用上了一套非常先进的飞行计算机。先进等于贵嘛？那贵就贵咯，能不能把 F117的飞行计算机直接扒下来用呢？不行啊，直升机可不比固定。说反了，是固定可比不上直升机难啊！直升机天然就是一个不容易稳定的玩意儿嘛，有太多的力需要去平衡了。在好不容易才实现现在的俯仰偏航和滚转等操作之后呢，还要常常面对地面效应、涡环状态等等既复杂又危险的情况，飞行计算机的设计啊，可要难得多啊！另外，雷达吸收涂层的维护也是个噩梦啊，它几乎需要在每一个飞行架次之间重新涂装。因为地面上的灰尘、沙子和碎片呢，对它而言都是灭顶之灾啊。从后勤角度来看，拥有一架能够完成所有任务并能迅速隐形的直升机所带来的好处，已经被项目成本和维护需求统统给抵消掉了。空军现在是躲在背后偷着乐啊！你陆军不是就是想要隐形吗？现在你知道了啊，昂贵、精确、零误差。不是开玩笑的吧？所以在花了10年时间烧掉70亿美元，只造了2架原型机之后呢，科曼奇项目最终在2004年被彻底取消了。好了，最后一个问题啊，所以看起来科曼奇的失败是由昂贵的开发成本和漫长的开发周期所导致的咯？不全是，其实压垮它的最后一根稻草，给它的棺材板钉上最后一根钉子的是它——无人机。它飞得更高，看得更远，瞄得更准，在战场上游荡的时间更长，执行一次任务就可以侦察比以前多得多的区域，既更难在空中被发现，还完全不会给飞行员带来风险。所以总结到最后呢，之所以科曼奇被取消，就是纯粹简单的它不再被需要了。你猜到了吗？隐形飞机真的会隐形吗？当然不会啊！实际上，几乎所有的隐形飞机在一些深高频和超高频雷达面前都是明显可见的。既然这样，它们凭什么还叫做隐形飞机呢？没办法啊，想要在雷达面前完全消失呢，几乎是不可能的。隐形飞机比普通飞机强就强在啊，虽然你能够看得到我，但是却很难打到我。好吧，尽管有点鸡贼，但能够鸡贼得起来本身就很不容易了。今天咱们就来聊聊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以及他们为什么就不容易呢？首先，第一个是设计。一个能够使雷达波偏转而不是原路返回的外观设计，对隐形飞机至关重要。虽然我们可能已经很熟悉了，因为它在第5代战斗机上已经成为最明显的特征了。但如果你真的想要彻底的欣赏它呢，最好还是退回到它的起点，那架棱角分明的 F117上。F117啊，代表着当年对雷达散射截面的最强计算结果。酷似外星飞行器的造型呢，直到今天看起来都是那么的科幻。反倒是现在更加圆润流畅的 F35或者 J20，好像还缺了点味道啊。不过这正好代表着我们的计算能力在这段时间里面取得了多大的进步，可以在一个3维空间而不是2维平面上保持良好的雷达散射设计了。是的啊，虽然有了更多的曲线，但是散射雷达波的底层逻辑还是一致的。就像这张图片展示的一样啊，隐形飞机的外形呢，需要被设计成像是一面面斜镜一样，把雷达波的能量反射到别的地方去。与此同时啊，今天的隐形飞机表面设计还加入了新的理念，它利用适当的弯曲与平滑的过渡啊，让雷达波平稳的通过它，就像水流过光滑的荷叶表面一样，不会留有痕迹。疏而不堵，这不是东方的智慧吗？当然啊，就需要更好的模型和更强的算力了。这是第一个难点啊。接下来第二个，换一种思路，以柔克刚。你拳拳到肉，我就借力打力，用特殊的材料把你发射过来的雷达波全给吸收掉，这便是雷达吸波材料了。因为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啊，仅仅只是靠外形设计呢，还是无法彻底解决问题的。比如像机翼的前缘、进气道的入口、垂直尾翼的表面等等，都会产生大量的回波。在这儿呢，就必须要采用吸波材料加以辅助了，它简称 RAM（Radar Absorbent Material）。其工作原理是将雷达发射过来的电磁波的能量吸收，转化为热量，再发散到空气当中。通过与第一个外形设计相结合呢，就能够将战斗机的雷达截面减小到和一只中型鸟类差不多的水平了。什么算是中型鸟类呢？指的就是大部分体长在20到40厘米之间的鸟类了。你看啊，这么算起来，等于就是把战斗机缩小了50倍嘛，还是非常可观的。
但是啊 ，RAM 维护起来就是一场噩梦了。为什么拥有一架 F-35或者歼20那么贵呢？这一定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了。同时啊，高温也是一个问题啊。甚至通过一些资料，我们已经知道，隐形战斗机是很难维持持续的超音速飞行的。并不是发动机不给力啊，而是 RAM 不给力，速度一快，跟空气的摩擦一剧烈，温度就升上去了，然后稀波涂层就废掉了。你飞得越快，暴露的就越快，很尴尬啊，这就是第二个难点了。好，如果说前面两个大家都能够比较容易想到的话，那么后面这几个呢，就是往往被忽略的了。第三个。生产公差，隐形设计在数学运算上的复杂性和 RAM 材料在应用上的烧钱性是一回事，但是能设计也能花钱，这隐形飞机就能够自己组装出来了吗？不行吗？能够大量部署它们的重要前提其实是必须要能够以极其严格的生产公差去制造它们的水平才行。在隐形战斗机的表面，即使是面板之间极其微小的缝隙呢，也会使它更容易被雷达探测到的。因此，组装隐形飞机的过程就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了。它既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也需要很多相当昂贵的设备的支持。引用一篇专业文章里面的描述就是如果飞机外部结构的部件经过精密加工，以极小的公差配合在一起的话，那么隐形要求就可以更容易的满足。换句话说就是。减少和接近消除结构部件之间的间隙呢，对于实现飞机的隐身特性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实际上，这正是难倒很多国家的一点啊。之所以美国能够把自己的隐形优势保持了那么久呢，也得益于此。比如产自1990年代至2000年代的 F-22，它的制造公差大约为1/400毫米，这在当时是相当不可思议的。但即便如此，仍然还是需要用胶带填缝剂和 RAM 材料来处理缝隙，才能够保持住飞机的隐形轮廓。而到了 F-35，据说生产公差又提高了几个数量级，但你看覆盖缝隙的 RAM 材料呢，依然清晰可见。所以这第三点是难上加难啊。第四点就是如何隐藏自身的红外和电磁特征了，别被动的挡着了，却把主动的给泄露出去了。考虑到只要燃烧喷气呢，就一定会带来红外特征，所以为了减轻一点点，那就把发动机埋得深一点嘛。隐形飞机通常将发动机安装在机身的深处，在排气口周围呢装有特殊的护罩，以便在释放热量时能够快速散发。同时这种方法还有助于管理飞机的声学和视觉特征。换句话说就是不仅让敌人的机器不容易发现我，也要让敌人的人不容易发现我。当然，这儿的难点就是，并不是所有的隐形飞机都能够有效的遮住发动机的，也并不是所有的护罩都是那么容易设计的。最后还有一点，也是恰恰不能硬塞进去的一点那就是人的因素。利用有利的地形、准确的情报、敌人的弱点和你对自己驾驶的飞机的了解程度来制定计划、规划路线，以最大限度的减少暴露于可能会发现或者攻击你的敌人防御系统面前的风险。这就意味着飞行员以及飞行团队本身也是隐形战机的重要组成部分了。好了，听完以上几点，朋友们觉得印度大概还需要花多少年才能够端出一架像样的隐形战斗机呢？一架固定翼飞机从一艘船上起飞，听到这儿，大多数人想到的应该都是航空母舰上的弹射起飞了。但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在一些二战甚至是更早期的战列舰和巡洋舰上面也是载有飞机的，而且还不是那种不需要飞行甲板就可以垂直起降的直升机，恰恰是在我们的理解里面需要滑行才能起飞的固定翼飞机了。但是本来就很局促的战舰尾部根本找不到，也确实是装不下一个可以供他们起降的飞行甲板呀。那带上它们有何意义？来，让我们再仔细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弹射器。所以人家是可以起飞的，但降落呢？该降在哪儿呢？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些装在战列舰上面的飞机是怎么起飞、怎么回收，又是为什么要被装在一个看似完全不合理的地方的。好，那我们就按着顺序来了。刚才我们已经看到战列舰上面的飞机是在弹射器的帮助下升空的。弹射器相信大家不陌生了，因为这个玩意儿呢就是航空母舰上的标配。之所以放在战列舰上面看起来有点奇怪，主要是缺少了覆盖在表面的飞行甲板而已。其实换到航母上把飞行甲板给扒开，看到的也就是差不多的东西。为了在有限的距离内把飞机加速到不至于掉进海里面，弹射器一般都会使用非常强劲的动力来源，比方说今天用的最多的是蒸汽，以及未来肯定会用上的电磁等等。相比起来这些早期装在战列舰上面的弹射器呢，所用的动力就要朴实许多了。炮弹，这让我想起了恐龙特技可赛号里面的人间大炮。人间大炮，一切准备。
人间大炮，开始准备。人间大炮。只不过在这儿被崩出去的是一架飞机，而不是可赛战士。准确点说啊，用的是把炮弹发射出去的药筒。我分析啊，之所以要用它呢，是基于2点。第一，确实是由于药筒里面的炸药在爆炸之后，能在一瞬间产生大量的高压气体，而这些气体是可以推动活塞以极高的速度往前运动的，正好就把挂在活塞上面的飞机给加速起来了。第二点是啊，这些弹射器使用的是5英寸的药筒，而5英寸的舰炮几乎是每艘美国军舰的标配。既然本来就要用到大量的5英寸的药筒来发射炮弹的，为什么不直接也拿它来发射飞机呢？一物多用，省时省力。再说了，又能在发射飞机上浪费掉几枚药筒呢？本来就只占了那么区区几架而已嘛。你要是非得为它另外整出一套动力系统来，或许才真是不划算呢。这样我想到了德国，不同于当时的美国，他们用的是压缩空气来弹射装在战列舰上的飞机的，显然走的不是捷径，当然这样却更加的德国。好了，弹射出去之后，这回收该怎么办呢？没有飞行甲板，叫飞机落在哪儿呢？原来啊，是落在海里面。刚才我们已经看了不少的片段，难道没有发现它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吗？那就是它们身下都带着浮筒，说明它们都是水上飞机。所以当执行完任务返航时，海面就是它们的临时飞行甲板了。它们先是降落在战舰附近的海面上，然后慢慢的流到战舰旁，接着后者就可以用起重机把它吊回甲板上面了。当然说起来很简单，但实际情况哪有这么轻松？你想啊，降落在海面上本来就不容易了，然后战舰还要与之相互配合才能够成功回收，这在平时还问题不大，一打起仗来怎么顾得了那么多呢？所以在很多时候啊，战列舰上面的飞机都变成了一次性的，一旦出发就要做好回不来的准备，代价不可谓不大啊。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既然代价巨大，为什么还非要在战列舰和巡洋舰上带上这些飞机呢？他们到底会执行哪些无可替代的任务呢？主要就2个侦察和火控。侦察其实没什么好说的啊，把视野带到天上，扩大到几百公里的范围，这样的吸引力谁还能够抗拒呢？那火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观察并校正炮弹的落点。2战中的舰炮越造越大，越发越远，很多时候开出去的炮直接就落到了海平面的下方，而炮手是需要观察前一发炮弹的落点来校正自己的发射参数的。看不到落点怎么搞？那就上飞机看呗。其实在上飞机之前啊，他们先是上过气球的，但气球实在是太不靠谱了。先不要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很不安全的设备，就说它在大风大浪的海洋上空要怎么保持稳定的工作吧。做不到只好淘汰，但需求还继续在那儿摆着呀，必须要抓根稻草才行。于是飞机就进入了海军的视野，然后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炮手的眼睛，把命中的精度直接提了上去。可见当初在选择的时候是没有看走眼的呀。那么既然都飞到天上去了，能不能带点炸弹、火炮什么的，在观察之余顺便搞搞袭击呢？很可惜啊，重量和速度都在那儿摆着，办不到啊。装在战列舰上面的弹射器本来就短，能把飞机本身弹出去就已经不容易了，更何况还是阻力很大的水上飞机。要是再装点弹药变得更重，估计它只能一头扎进水里面，变成水下飞机了。再加上本来就飞得慢，已经是有点活靶子的意思了，还要不自量力的跑到人家门口去挑衅，不是自找无趣吗？所以还就是好好观察吧，然后祈祷在返航的时候最好能够风平浪静一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床垫可是个消耗品啊！别想歪了，因为他们的床垫呢，有一部分不是给人准备的。2015年7月，一架在伊拉克执行完任务返航的 V-22 鱼鹰，突然发现它的3个起落架都放不下来了。在空中盘旋了许久，想尽了一切办法，做尽了一切尝试之后，起落架呢还是卡在里面出不来。于是飞行员和地面的机组成员都知道，他们不得不使用最后一个绝招了。它就是床垫迫降。简单说，就是把失去起落架的鱼鹰落在叠了几层高、具有良好缓冲的床垫上，尽最大可能的减少损伤。还好他们经常进行这样的训练啊，虽然每次都只是做个样子，在对齐之后呢，从不真的降下去。估计也是要考虑到减少床垫的战损吧。但做了训练还是有好处的。这次的被迫真降啊，在有惊无险中成功了。这让我立马想到另一款神机也有类似的神操作啊。2014年的6月份，一架放不下前起落架的海妖也成功的降在了巴丹号2栖攻击舰上的软垫子上。
这是当时拍下来的画面，看着也是相当的紧张刺激啊。所以看起来床垫它真是个好东西啊，定期进行床垫迫降的训练也十分必要啊。不然跳下来的时候没有对准，就尴尬了。1942年2月19日，美国驱逐舰奥班农号下水。尽管跟同一时期别的巡洋舰、战列舰比起来呢，它稍微小了一点，但是由于火力强悍，在冲锋陷阵上呢，依然毫不逊色。这正是这一时期，在太平洋上一个岛屿接一个岛屿的艰难的赶走日本的美国海军所急需的。编入21驱逐舰中队的奥班农号呢，也的确不负众望啊，用英勇的表现为自己赢得了一个总统杰出单位奖。但是他绝对想不到，让自己青史留名的居然是一场土豆大战。1943年4月5日清晨，刚刚执行完炮击所罗门群岛上的日军基地的任务之后呢，奥班农号正在跟舰队一起返回补给，但突然不管是哪一个都是有价值的目标嘛，于是奥班农号的舰长马上就下令咱前去会一会他。等开近了，大家发现这果然是一艘浮在海面上的日本潜艇，而且似乎他完全就没有察觉到有人接近他。等再开近点呢，他们搞明白了，原来潜艇甲板上的日本水手都在打盹儿呢。这可是一个绝佳的猎杀机会啊！舰长的第一反应就是加速朝他冲过去，直接撞沉他。是的，凭借着吨位上的极大优势，奥班农号几乎可以安然无恙地从这艘日本潜艇的顶上碾过。于是开足马力后，把身子扭了过来，他俩现在肩并着肩，变成齐头并进了。日本水手也终于醒了，恍惚之下惊恐万分，但是马上也就想起来他们该干什么，去操纵甲板炮。美国人这边也急了，怎么能让他先开炮呢？我必须要先开啊！但是距离太近，高高在上的奥班农号的舰炮是根本打不到潜艇的，怎么办？急中生智的船员做了一件几乎每个把子弹打光的人都会做的事情啊，那就是把空枪扔向对方，砸不到你，我至少还可以干扰到你吧。一人一边拉开跟你之间的距离，等到舰炮可以瞄准了，就不扔土豆改扔炮弹了。日本人还来不及下潜跑掉，就直接被一枚炮弹击穿了舰桥，开始沉了下去。奥班农也是一点机会不给人家，马上追过去补了几枚深水炸弹，才最终满意的走掉。为此又给自己赢得了一块缅因州土豆种植者协会。瑞士是著名的中立国，连二战被轴心国和同盟国完全围在了欧洲的中央，也保持了中立。我以前会觉得这挺好的，只要宣布个中立就能够避免战争。可事实证明那是太傻太天真了。瑞士的中立，或者说是所有的中立，都是靠肌肉给换回来的。有一个关于瑞士的传说是这么讲的一战前夕，德皇威廉二世访问瑞士，他被安排观摩了一场瑞士军队的演习，然后还被告知呢，像这么优秀的军人，咱们可是有50万的后备啊！德皇一听，哟吼，50万不少啊！但我也不能怂啊，于是就不无威胁地问道：“那我如果派100万人来进攻瑞士，你们的这些后备军人会怎么做呢？”瑞士将军很淡定地回答道：“他们会开2枪，然后回家。”可不是吗？50万乘以2就是直接把你派过来的100万人给放倒了。瑞士将军的回答呢，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吹牛因为按照德国的标准，有超过1半的瑞士人都可以算作是神枪手，而瑞士也的确就是人均神枪手最多的国家了。实际在历史上呢，瑞士人从来就是骁勇善战的，甚至还常常被其他的欧洲国家雇佣来为他们打仗呢。所以中立可并不是把2手一摊这么简单。再说回二战瑞士人呢其实是用了3招特别瑞士的方式才保持了中立的。第一招叫做埋炸弹。我不是说好要中立吗？那我不往外扔炸弹，往自己家里面扔炸弹，总没问题吧？万一你德国和意大利不尊重我们的约定，要越线进来的话，我至少可以让你们进来的痛苦一点，也缓慢一点嘛。在分析了自己与外界所有的交界点之后呢，他们把一切可能被用来入侵的通道全都埋上了炸弹，不管是道路、桥梁、隧道还是山口，做好准备，一旦发现有别的国家的军队踏入呢，就按下按钮切断这些通道，阻断他们入侵的步伐，为自己退入山区争取时间。瑞士人在这方面做的有多彻底呢？你看这些道路中央的正方形盖板，他们就是安装炸药的小门了。这座桥连接瑞士和德国，建于2006年，由2国共同铺设。但在另一边施工的德国人绝对想不到当大桥合拢通车时，瑞士那边已经在里面装满了炸药了，真的很瑞士，有没有？再看第二招
既然要退，那就要有退的地方嘛。瑞士有大片的山区，而瑞士人又恰恰特别善于钻洞，两者一结合呢，就是阿尔卑斯山区数不清的堡垒、掩体和隧道了。而且里面物资充足，功能齐全，武装到位，一旦战争开始就可以马上投入使用了。这个看起来应该是个谷仓吧？但其实呢，它是一个堡垒，里面是隐藏了炸药、补给和一帮随时准备战斗的人。这样的伪装在瑞士山区随处可见，谁吃了豹子胆敢不自量力的往里面闯呢？好。最后来看第3招啊，既然中立了，那咱就跟大家愉快的做生意呗。管它是同盟国还是轴心国，管它是火炮还是黄金啊，只要有钱就挣嘛。实际上这正是瑞士被诟病最多的地方了，因为它不仅通过贸易为希特勒提供了大量的军事物资，还凭借自己中立国的身份帮助他们储存了大量从侵占地搜刮过来的金银财宝和艺术品，十足的发了一笔难看的战争财啊。当然，站在瑞士人的角度呢，这件事还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只不过是做了他们认为最能够避免战争所必须要做的事情而已，能有什么错呢？于是他们保持了中立，不是通过握手握来的中立，而是用威胁和防御换来的中立。正如那句谚语说的，为了保持和平，你必须要拥有大炮。SR-71可以用25000米的飞行高度和3马赫，也就是超过3000公里的时速拍下地面分辨率达到了15厘米的照片，因此它可以大大方方的在白天光线最好的时候跑到人家头顶上去兜一圈，连导弹都是不放在眼里面的。不过呢，时间往前推啊，二战时的侦察机呢可就没有这么潇洒了。为了隐藏自己，他们必须要出点奇招才行啊。比方说，夜间出动，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掩护下跑过去偷拍。怎么一片漆黑了呀？对了，那会儿呢还没有夜视仪，红外摄影也还没有进入使用阶段，你大晚上跑过去用胶卷拍照，自然就是这个结果啦。所以该怎么办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二战中的侦察机是如何在夜间侦察敌情的。他们可以用这个了，闪光灯。没有想到吧，竟然这么直接，闪完就跑，非常欠揍的感觉啊。但其实想要在数千米的空中把地面给闪亮呢，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为此啊，1939年时任美国空军照相实验室主管的乔治·戈达德上校呢，专程跑了一趟麻省理工学院，因为他听说在频闪设备领域享有盛誉的哈罗德·埃杰顿博士手上呢，可能会有他想要的东西。果不其然啊，博士和他的团队在军方的要求下，最终拿出了一台史无前例的闪光灯啊。FT-17，就是这个玩意儿了。照片中间的这个金属罩呢，是闪光灯的反光罩。工作人员正在把一盏长达76厘米、内部盘绕着氙气灯管的闪光灯本体装入其中。右前方的圆柱体呢是照相机和镜头，而工作人员左手扶着的则是一个重约227公斤的大电容。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电容呢？因为该闪光灯的工作电压高达4000伏啊！于是这套最强夜间照相系统便组成了。从1941年的4月开始测试，到了1944年的诺曼底登陆前夕，已经可以正式发挥作用了。你看这张照片，是凌晨1点半的卡昂交叉路口，相当清晰啊，可以为制定军事行动提供足够的信息了。好了，除此以外就没有别的拍夜景的手段了吗？当然有的啊，那就是扔照明弹。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看到光明。没有光明怎么办呢？那就自己炸出光明来嘛。这张照片展示了在1944年的一次夜间任务前，一名英国飞行员正在将照明弹装入文式轰炸机的弹仓当中。它们会被设置成在投弹高度的大约2/3起爆，释放出5亿烛光的亮度。烛光亮度是一个曾经用于衡量发光强度的单位，不过现在已经被淘汰了。但这个并不是太重要，我们只需要知道5亿烛光是非常非常亮的就行了。然后照明弹起爆之后，会自动触发飞机上的一个由光电管控制的相机快门，大约曝光1/100秒之后呢，关闭过片，再拍摄下一张。在照明弹燃烧的1/6秒内，可以这样一口气连拍4到5张照片，运气好的话，总有一张是可以用的。但这里啊，时机的把握是个很重要的因素了。要是投下的照明弹起爆的过早了，它离地面还太远，就无法起到有效的照明效果；而要是起爆的晚了呢，它就会进入到照相机的视野当中，不仅盖住下面的画面，还会形成一圈碍事的光晕，也不是很理想啊。所以每次任务之前呢，都要进行专门的设置，是个很专业的技术活啊。夜里面曝光实在是太难了。好，对了，这一闪对方不也反应过来了吗？怎么办呢？赶紧跑呗！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把舰载机安全的降落到航母上，的确是一件极具挑战的事情啊。但它毕竟是航母嘛，够大也就够稳。那要是比它小得多的驱逐舰、护卫舰、巡洋舰，在遇到恶劣海况上下左右一起翻滚时，还想要回收自己的舰载直升机，这面临的挑战又得是多大呢？实际上，我们也许高估了它的难度。它们不仅能够降得稳，甚至有些情况下还几乎不需要你去做什么操作啊，只要放心把控制权交给自动泊车不好意思，错了，自动降落系统就好了。所以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我发现加拿大人呢特别擅长发明能够抓东西的玩意儿。国际空间站上的机械臂叫做加拿大臂，那是因为它就是加拿大人发明的。而最早想到要在海面上把飞在空中的舰载直升机给抓下来的，也是加拿大人。他们发明了这个被俗称为 Bear Trap 捕鼠器的直升机牵引和快速保护装置。是的，后者才是它的正式名称。它能够允许直升机在波涛汹涌的6级海况下，降落在左右最大各30度、前后最大各9度、疯狂翻滚摇晃的小型船只上，不论白天还是黑夜。这个就相当厉害了啊！可以说它的出现呢，彻底就改变了海战的格局。所以马上其他的海军就来抄作业了啊。那原始的作业是这么写的。首先，需要回收的直升机呢，盘旋到甲板上空，将一根带有接头的缆绳缓缓地降到船上。接着位于甲板上的船员呢，会接住这根缆绳，并将它与捕鼠器上面的拖缆接头结合在一起。这根拖缆穿过张着嘴的捕鼠器，连接到位于甲板下方的绞盘上面。一旦2个接头固定妥当，甲板上的船员就可以撤了啊。剩下的那都是飞行员与这个控制室里面的着陆指挥官密切配合了。自动液压控制系统会逐渐将拖缆拉紧，并保持一定的张力，使直升机与船的运动同步。当飞行员和着陆指挥官都认为时机已到时，则上面的会降低螺旋桨的功率，下面的会增加拖缆的拉力，直升机就这样被拉回到了甲板上。与此同时捕鼠器的开口关闭，将连接头稳稳地咬住，直升机也就被固定到了它的中央了。最后的操作就是夹着直升机的捕鼠器通过轨道系统移回到了机库里面，完成了整个回收过程。的确并不是很复杂，对不对？所以它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被发明了出来嘛，一直用的都还不错。但是它还是有个问题的你甲板上必须要留人嘛，在狂风暴雨的情况下，这会是非常危险的。也许直升机能够降得稳，但甲板上的船员脚一滑，可是站不稳的。不对，如果他们滑倒了，就挂不上接头，挂不上接头，直升机也就降不稳了嘛。看到问题了吧？所以这个牵引系统呢，必须得要是无人操作的才靠谱嘛。于是捕鼠器就开始升级，用激光定位而不是人手来同步它与直升机的相对位置，使其始终保持在直升机接头的正下方。一旦直升机触地它就可以马上关闭来夹住它。但这个方案似乎对飞行员的操作技术呢就要求更高了毕竟下面的捕鼠器它不是一个完全能够自由运动的东西嘛，你好歹还是要将直升机悬停到一个较为稳定的位置才行那还有解决方案吗？有的，就是它了，上面满是网眼的甲板锁定系统。这么多孔呢，就是为了给飞行员留出一个更大的自由空间嘛。它要求舰载直升机上呢有一个能够与之配合的鱼叉，当直升机下降与甲板发生接触的一瞬间呢，鱼叉马上就会咬住并锁死在其中的任何一个孔中。接着液压系统会进一步将机身拉进甲板，此时任你船再怎么晃呢，直升机也是纹丝不动了。这个看起来才是目前的终极解决方案嘛。当然我们的舰载直升机呢就是这么干的。舰载机会降落航母吗？会的如果你拥有太多航母的话。美国海军的传统规定，当飞行员错误地将自己降落在了一艘错误的航母上时，该舰的机组成员呢应该尽最大努力保持低调，以免让这位粗心的飞行员感到尴尬。然而规定算什么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你都上了我的船，那还不得一切由我说了算？所以通常航母上的水手们呢是不会让这架跑错的飞机空着手回去的是空着身子。他们会在他的机身上涂满各种恶搞的话，比如这架原本属于珊瑚海号航母却误降在了胡风号航母甲板上的 F2H 女妖战斗机就被划去了 Navy 的字样涂上了，你怕不是属于空军吧？既把飞行员羞辱了，还顺便黑了一下空军。
这架误降在约克镇号航母上的黑豹战斗机呢，也很惨，被涂满了战斗女士着陆、笨蛋、路障等字眼。这位倒霉的飞行员的表情里面呢，真是万马奔腾啊！甚至他们就连盟友的飞机也不放过，把人家的皇家海军涂成了殖民地海军，一不小心把老底给人家揭了。发射和回收舰载机一定需要甲板吗？不一定啊，有的时候只用一根晾衣绳就行了。当然，晾衣绳呢是个玩笑啊，准确点说，这套奇葩的飞行起降系统呢，更像是一个来自于马戏团的特技表演啊！不信你自己看咯。在起飞的时候呢，先将经过改装顶上带有钩子的飞机，通常是比较轻便的 L5 哨兵和 L4 草蜢，用起重机给吊上来，挂在这根长约600英尺，也就是180多米的缆绳上，然后开足马力，在自身螺旋桨的推动之下呢，沿着缆绳向前冲过去。等差不多到了尽头啊，也基本上就获得了起飞的初始速度。你看飞行员手上有一根绳子啊，他这个时候一拽呢，上面的卡扣机关便打开了，于是飞机得以自由放飞。要是在滑了这600英尺之后速度还不够该怎么办呢？那就别放开卡扣呗，缆绳上面的制动机构呢能够将飞机给拽紧了。好，其实回收呢也就差不多是这么干的啊，只不过此时需要在缆绳下方换上这样一个较宽的带了3个兜兜的回收网，飞机冲着它们飞过来，只要勾住其中任何一个兜兜呢，它都能够被兜住，然后就能在缆绳下方慢慢的停下来了。你看，跟我们常见的舰载机起降系统完全是反过来的呀。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叫做罗布迪着陆系统的玩意儿是由美国陆军的一位上尉詹姆斯·罗布迪设计出来的。起初要去解决的痛点呢，就是能够让陆军航空队的小型侦察飞机在刚刚占领的还来不及建起机场的岛屿和丛林当中实现起降嘛。实际上，罗布迪的设计呢还是挺管用的啊。从最初的草图开始，他经历了数次的测试和升级，也终于从陆地来到海洋上了，全方面证明了，哪怕没有跑道，没有飞行甲板，我照样能够让你开飞机。可是当他开始真正在太平洋上投入使用的时候呢，离战争的结束已经不远了。虽然战后罗布迪继续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对其进行升级和改造，但怎奈直升机来了。大飞机用不上，小飞机咱直接用直升机来替代嘛，还留这玩意儿干嘛呢？总不能真送给马戏团去吧？先来看2段舰载导弹垂直发射的视频。有没有看出啥区别来呢？前者是在发射筒里面先点燃发动机，然后再冲出来的，而后者是出了发射筒再点燃发动机的。所以他们一个叫做热发射，一个叫做冷发射。美国基本上都是热发射，俄罗斯则基本上都是冷发射。这两者到底是怎么工作的？有何优劣？我们国家的舰载垂直发射系统又是用的哪种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先来说热发射它也被叫做自力发射。从字面上我们就可以理解，这种发射呢，就是靠导弹发动机点火之后产生的推力来自己将自己送出去的。原理比较简单，所以发射筒的结构呢也比较简单。只是由于火焰一开始是在发射筒里面烧的，为了避免把大家闷熟就需要有一个专门的排烟通道了。这个画面上，在导弹还没有出来前就已经垂直喷出来的火焰呢，就是发动机经过排烟道后释放出来的火箭燃气了。你看它呈现出这么细长的一溜，是因为这根烟道是一个共用的烟道，它承担了一整排发射筒的排烟任务。除此以外，好像也没啥好说的了。那么优点自然就是效率高、体积省、重量轻、成本低，维护保养啥的也很方便了。所以美国人很精一早就开始使用这种热发射了。为什么俄罗斯不用呢？大概跟它的缺点有关我查了一些资料，看了很多有趣的讨论，其中有一个观点呢，我是比较认同的，那就是俄罗斯早期导弹的发动机工作起来并不稳定。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热发射的话，一旦出现问题就会是致命的，因为发射筒本身是没有动力的嘛，它就无法将出了问题的导弹给弹出去，只能任由它留在里面炸膛了。这多吓人直接就把俄罗斯人劝退了。算了，你欧美胆大，你玩，你们好好玩，我还是去搞冷发射吧。所以发射筒自身不带动力呢，勉强算是一个缺点吧。另外一个更为明显的缺点，其实是高温燃气对导弹和舰体带来的影响了。你仔细看导弹每一次窜上天的时候呢，都要被自己的烈焰从头到脚烧一遍，这不是也很危险吗？
尤其是随着导弹越发越大，发动机喷出来的燃气越来越猛，它所带来的隐患也就越发明显了。再加上，由于用导弹发动机直接热发射呢，会在一开始用掉更多的燃料，这就损失了一定的射程嘛。所以有的导弹系统呢，还会在屁股上专门加一级起飞发动机的长段，等于就是把发射筒省下来的钱给装在导弹上了。此消彼长，好像优势也并不是那么明显了。那咱们再来说说冷发射吧。冷发射呢，又叫做外动力发射，它是通过发射筒底部的燃气发生器产生出的高压燃气，推动气缸当中的活塞，拉起底部的提弹梁，将导弹给弹出去的。跟弹弓的原理简直一模一样，区别只是这是个要命的大弹弓。由于在这种发射过程当中，发射装置是需要承受住燃气发生器所产生的高压的，所以对结构与材料的强度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跟热发射的排气恰恰相反它必须要保持良好的气密性才行啊。再加上较为复杂的导气、活塞和提弹装置，就让冷发射的整体成本呢高上了许多。但换来的嘛是安全性。由于导弹是在离开发射筒后才点燃发动机的，就不会让舰体和导弹面临高温炙烤的窘境。对于导弹本身的强度呢，也要求较低了，也对导弹的气动外形改动的较小了，有利于保证导弹的飞行性能。同时若在发射过程当中导弹遇到了一些意外，比如发动机意外点火，也可以通过外力直接将其弹出，避免了对发射装置和周围设备造成较大的破坏。所以现在普遍的认知是冷发射较热发射更有优势，也是在发射中大型导弹时的首选了。好了，该说到我们自己的舰载垂直发射系统了，它采用的是哪种呢？我们虽然在这个领域里面比美国和俄罗斯都要起步的晚，但是发展的却很迅速，经过10年时间就已经发展到了第3代了。而且它既可以热发射，也可以冷发射，是个冷热兼容的发射系统。既可以热发射体型较小的中近程防空导弹和小推力的反潜导弹，也可以冷发射大型的远程防空导弹，并且在2个技术上呢都是有突破的。下面我们就来仔细讲讲。还记得一开始说的热发射，通常都是多个发射筒共用一根烟道，并且还会让高温燃气倾泻到出筒中的导弹身上吗？这很危险，对吧？我们的第3代垂发呢，这直接改掉了这样的设计，不共用排烟道了，而是单个发射筒自带单独的一个排烟系统。它是这样做的，每个发射筒分为内外2层，导弹放在内层圆筒当中。而在2层之间呢，留上空隙，这个空隙就是用来排烟的。当高温燃气经过发射筒底部导流锥的作用后呢，会反向经由这个空隙向外排出，短时间之内包裹住正在出发的导弹。这不依然还是把热量倾泻到了导弹身上吗？换汤不换药吗？等等这个空隙的形状并不是这样，而是这样的。它看起来像什么？像不像火箭的喷口啊？对的，工程师就是这样设计的。再把内外2层圆筒之间的空隙做成跟火箭喷口一样，先收缩再扩张的造型之后呢，就能让原本亚音速的燃气变成超音速后喷出。根据能量守恒定律燃气的总能量是不会发生变化的，但是动能提高，内能就必然会减小，而温度正是内能的体现，所以结果就是燃气的温度降低了。测试显示，采用这样的结构呢，发射筒出气处的温度至少可以降低30%，大大缓解了对导弹和舰体设施的影响了。这是热发射时的黑科技。冷发射时呢，也有黑科技刚才有一个冷发射的缺点，我故意没有讲，就是传统冷发射所采用的活塞气缸式弹射装置了。由于其结构的特殊性，导弹在发射筒内的实际受力行程不到发射筒长的1半。当提弹梁撞击到缓冲器后，便与导弹分离了。之后，弹射装置对导弹便不起作用了。这也导致提拉活塞的长度无法轻易的省下来，否则就会因出速度不足影响导弹的正常发射。而增加燃气发生药、提高弹射力的方式呢，也会使导弹过载骤然增加，而影响发射安全。那怎么才能在保证体积与提升功率之间找到平衡呢？工程师们想到了一个妙招把原本只有1级的活塞筒做成2级。先是让1级活塞筒拉着2级活塞筒和其底部的活塞一起向上跑，等2级活塞筒顶到上面的缓冲器之后呢，其气缸的进气孔正好也跟进气管接上了，于是底部的活塞继续上升，直到把导弹完全推出发射筒。这段文字是比较绕，但是多看几次动画演示，相信你能很明白我说的意思了。通过这样的结构设计，弹射缸的长度被减小为整个发射筒长度的1/3左右，却并没有牺牲发射时的功率。
于是又强又小，既能装也能藏，站到了世界领先的位置。还能说什么呢？咱们再接再厉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这个东西不要查资料，你能猜到它是什么，能干什么吗？来，给你5秒钟时间啊，留言里面来告诉我。好，我来揭晓答案了啊。它是一个计算器，完全不用插电的机械计算器。上个世纪50年代生产于列支敦士登，名字叫做科尔塔，可以快速的完成加、减、乘、除，甚至开方和立方根等数学运算。在电子计算机出现之前呢，它简直就是一个能够握在手上的计算神器啊！是的，同时代其他做运算的东西，你是怎么也不可能握得住的。我的这个是科尔塔2型，里面有719个零件，当年售价165美元，保存至今，你看依然非常亮丽啊。其实它背后的故事，还有它里面的结构呢，更让人着迷。我一定是会讲的，但大家请给我一点时间啊，让我好好去研究一下。今天呢，我们就先来看看它的加减乘除这几样基础运算，到底是怎么算的，以及跟我手机上的计算机对比一下，看看它到底能不能算得准呢？好，开始啊。好，我们就从最基础的、最简单的加法开始吧。这个地方呢，是我们输入数值的地方啊，其实也是一个储存数值的这样一个储存器了，不过是机械储存器啊。然后它是通过往下面拨这根杆子，上下拨这根杆子，你看这个数字就在跳动这里面具体是什么样的结构，我以后会讲到的我们今天先不去关心它啊，可以通过它来输入我们想要计算的数字了。好，那我们先来算一个，这样吧，就是148加256等于。好，那我们第一步呢，就要在我们的这个输入盘上面输入一个148，好，然后接下来呢，这一步很重要，你看现在在这个上面就是顶部呢，其实是有2个部分的，一个是黑色的区域，一个是白色的区域，对吧？黑色区域呢是显示运算结果的。然后白色区域呢是在除法的时候呢，它是显示商是多少，然后其他的运算呢，它是显示我们到底运算了几次。你看这儿已经有了一些原始的数字，是我上一次运算的结果，所以说我们先要把它给清除掉就是把这个内存给清除掉。怎么清除呢？把这个东西你看往上轻轻抬，往上轻轻抬，然后这个清除杆转一圈就可以了。我刚刚转了2圈其实转一圈就可以了。你看数字呢，就现在恢复到00000全是0了啊，这个我待会儿会讲到的。好，现在第一步呢，我们先要把我们这个148呢输入到我们这个计算结果上面来，所以说现在这个把这个旋转杆顺时针转一圈，看到没？148已经出现在我们结果这边了。好，现在我们用加法运算加256，好，接着把这儿呢输入256。好，再转一圈，结果是404。好，我们来验证一下148加256等于404。看这加法很简单是吧？然后也很准确。好，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算一个减法。那减法的话，我们这样吧，我们来756减135等于。好，同样的我们也是在这个数值输入盘上面输入756，756已经出现了756，然后要减135，对吧？但是看我们刚才的计算结果呢，还显示在这儿，还储存在这儿，所以说第一步呢，我们要把它给清除掉，先清除掉了，是吧？756，那减法该怎么减呢？第一步呢，我们也是先要把这个756呢，输入到这上面来，所以说转一圈756。好，我们要减去的是135，然后减法呢，很简单，只需要把这个旋转杆往外拉起来，就可以了。然后旋转一圈，你看刚才我们刚正转一圈之后，这边计数器已经是1了，对吧？那我们再转一圈，它应该会把刚才的那个计数给减掉，然后结果已经呈现出来了621。那是不是这样的呢？756减135等于
621，哎，很厉害啊！好，接下来我们算个乘法啊，乘法，这样吧，我们第一步还是先把这个清掉，结果清掉，清内存，然后这样我们就756乘以135，哎，这个数字应该是挺大的啊。好，那第一步呢，这个756啊，乘法。其实你可以这样来理解啊 c u r t a 这个手持计算器呢，处理所有的这个计算，它其实都是按照加法来进行的。我们现在来算这个756乘以135呢，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756一共加了135遍，对吧？756加了135遍，不就等于756乘以135了吗？所以说它的工作原理其实是这样的，756。那我们现在要对它进行加法啊，好，我们先确认一下，已经回零了。然后摁进去，那135，现在我要用一个捷径了。这个转盘其实是可以定一个我们你可以这样讲吧，这个1是乘以1，这个2是乘以10， 3是乘以100， 4是乘以1000。我们现在先乘个百位数，你看百位数，我们乘的是135，对吧？百位数是1，所以说百位数呢先转一圈。所以你看这个白色转盘这边是100了，看到没？已经100了，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这儿显示的结果呢，已经是756乘以100的结果了，75600了。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乘35了，对吧？那就乘30。那这儿我们把它放到10位数，乘30，转一圈，转2圈，转3圈，哎，就相当于结果呢，就相当于是756乘以130了。最后个位的5，好，乘以5，转5圈，好，乘以你看135，对吧？假如说现在，哎，如果我多转了一圈怎么办啊？那把这一圈减掉嘛。好，所以说现在结果是，我们来先来看啊，我们这上面结果是102000，10200060。好，我们来用计算器来看看啊，756乘以135，102060，102060，依然很准啊。好，那到除法了。除法呢，哎，很有意思。我们这样，我们除法是比较没有那么直观的。那我们先来做一个比较小的除法嘛，42除以6等于多少呢？马上口算就可以算出来了，对吧？6、7、42，所以说结果应该是7啊，商是7，对吧？这是除数，这是被除数，然后这是商。那现在呢，我们先把它清零一下。好，这个时候呢，哎，看我们要把除数放在这儿了，除数是输入到这儿。然后呢，现在我们要让黑色这个盘呢，我们旋转多少圈之后，要让它变到我们的被除数42，然后这边白色的这个转盘上面就会显示我们的结果，也就是商了。好，我们来试一下啊，对，确定它已经清零了，转一圈6是吧？12、18、24、30、36、42。好，现在你看，除数、被除数、除数、被除数，除数是6，被除数42，商7啊，这个不用我再用计算器了吧，对不对？结果就是对的。好，我们现在再来除一个大一点的啊，我们用这样，我怎么这么喜欢7呢？换一个啊，6、4、3除以25等于多少？因为这个除数和被除数呢，应该说是被除数比较大，所以说它的结果呢，我们可以预期，应该说后面是带小数点的，然后位数比较多一些。那为了让我们这个结果盘它能够显示全呢，所以我们现在要做这样一个操作啊，这个操作呢，就是把我们这个旋转盘，你看这个旋转盘抬起来，它可以旋转到后面的这个相应的位数。比如说我们想要后面给它留几位，就转到哪儿。比如说我们尽量往高位挪一点，比如说7位吧。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到我们的数字输入盘上输入除数25。好，然后现在到这个黑色的盘上面呢，让它显示643，把它旋转到643。好，来选了一圈25，两圈50啊，这个可能要多选好多圈啊。好，325。哎，625，我们可以预见到，我再转一圈，它应该就是多少？650了，对不对？超过643了，哎，这样肯定不行的，所以说我们要给它减一个25。好，625。那现在625和643之间还有一定的差异，对吧？那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位数往后挪一下，然后再来转，看它也是在不断的去接近我们的643了。好，6425，哎，6450又超过了，所以说减一圈，然后往后退一格，然后64275，6430000。好，这个时候你看我们的被除数643已经出现了，是吧？然后25啊在这儿，然后结果呢现在是2572，哎，2572肯定是不对的。那小数点究竟在哪儿呢？啊，现在就这样来一个操作了。这个是提示我们小数点在哪儿的。我们先把这个点呢放到我们这个被除数的最后一个个位的后面，也就是3的后面，对吧？然后我们现在数这个3后面有多少个小数点？1、2、3、4、5、6，6个小数点，然后减去除数后面的小数点0啊，就是6减0等于6。那我们就要在这个白色盘这儿后面呢空出6个小数点。好，我们来看看啊，1、2、3、4、5、6，应该是在这儿。好，所以说你看，我们再来看看结果啊，这个刚才这样，我用这个就可以了啊。对，所以说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就是25.72，25.72。那这个结果是不是正确的呢？643除以25等于2572，2572，哎，还是很准的吧？对，这个你显然，我觉得如果你要拿它来跟现在的这个电子计算器或者手机上面的计算器来比速度的话，可能还是不占优势的。当然，除非我天天练习啊，我天天就在这上面训练，哇，我这个输入转得很快，然后我脑袋转得也很快，这样的话有可能会比较接近，我用计算器来算出来的结果。但是呢，就这个当时啊，就是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这样一个没有手持计算器以及这个没有电子计算器的时候呢，对他来说已经是非常非常快了。所以说当时他完成了很多很多工作，包括商业上面的运算，包括科学上面的运算，包括这个飞行员啊，对这个的运算等等，确实这个帮了大家的很大的忙。好。那今天这个介绍它到底是怎么来运算的，加减乘除啊，这样一个短视频呢，就演示到这儿了啊。接下来大家这个耐心的等等，我好好的讲讲它的历史，因为它的历史真的很有意思。讲讲它的历史，然后呢，我们再来讲讲它到底内部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哎，它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运算的？你看，我还花了这个7.99美元啊，到这个科学美国人的网站上面专门下了当年这篇文章是2004年的时候写的一个文章，然后里面有讲到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然后我还会查很多的资料，然后我们来看看，哎，这玩意儿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好吧？然后呢，今天这个视频也有个想请大家跟我互动的啊。这个你们可以给我留言啊，这个可以为难我，你们可以给我出题啊，加减乘除都可以。比如说，你看刚才我加减乘除的都是整数嘛，你们可以让我724.6啊除以16.27，哎，那这个怎么算，对吧？大家想看吗？大家想看吗？那还有比如说这个5.66乘以1.88等于多少？哎，大家想看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吗？对，就是你们为难我啊，给我出题啊，然后我改天来选几道题，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好玩的玩意儿啊，科尔塔。
这是一串摩尔斯电码，它们组合在一起代表3个字母 SOS。国际通用海难救援信号，或者说是国际救援信号也行，因为任何时候只要你发出这个信号，就代表你一定是遇上麻烦了。但你有没有想过啊，为什么要用这3个字母呢？我再来打一遍，你再仔细看看，看能不能悟出点什么。好了，如果你已经有了答案，请把它打在弹幕上，稍后可以得到验证。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神秘的摩尔斯电码。1830年代，画家塞缪尔·摩尔斯受到拉菲特侯爵的委托，离开家中的妻子，前去给他绘制肖像。但就在他还没有来得及完成这项任务时，却收到了一封从马背上送来的家书。信中写道，妻子病重，很有可能将不久于人世。于是摩尔斯马上启程往家赶，但不幸的是，当他到达的时候，还是太晚了。他的妻子不仅已经死去，而且甚至都已经被埋葬了。没有见到爱妻最后一面的摩尔斯非常沮丧，并且也对信息传输的效率之低感到气愤不已。于是决心设计一种全新的信息传输方式，能够用上当时速度最快的无线电技术。然后我们熟知的摩尔斯电码就诞生了。它用一短一长2种脉冲信号来定义信息，短的表示点，长的表示华。点和华的不同组合则对应着26个英文字母和10个阿拉伯数字，因此几乎可以传递任何复杂的信息，比如黑洞里面的量子数据。Translate the data into Morse and feed it to me. 那么问题来了，当年摩尔斯是依据什么原则来为每个字母定义它们专属的点华图案呢？是随机的吗？看上去有点像啊，完全没有规律，有没有？但是等等，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一个二叉树上，似乎看上去就有点意思了。在这里，每一个分叉的左边都代表一个点，而右边则代表一个华。分叉了几层呢，就代表着有几个点或者几个华。一眼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啊，字母 E 用一个点就能敲出来了。T 也够简单，就是一个华。要敲 S 呢，就是左左左点点点。要敲 O 呢，在二叉树中正好跟 S 是对称的，右右右华华华。要敲 P， 左右右左点华华点，有点绕了啊。敲 Z 也是这样，华华点点。总的来说，成绩越往下分叉越多，敲起来就越复杂；成绩越往上差分的越少，敲起来就越简单。恰好敲起来越简单的正是使用频率越高的字母，而敲起来越复杂的正是使用频率越低的字母。所以你会觉得它们只是一种巧合吗？怎么可能呢？这就是摩尔斯当初的设计原则了，能够让人们用最快的速度来发出信息。所以回到 SOS 上面，它们之所以是 SOS， 既不是很多传说中说的 Save Our Souls 救救我们的命的英文首字母，也不是 Save Our Ship 救救我们的船的意思。而纯粹只是因为它们简单，但又不至于简单到容易产生歧义，比如一个点一个华 ，ET， 外星人吗？当然，如今我们有了卫星通讯、光纤宽带、WiFi、5G， 摩尔斯电码早就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有的时候掌握了它，能够让你在关键时刻实施降维打击。2010年，乔斯 S 佩奇号上校，后面我们就把它简称为上校，正在准备营救被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简称 FARC） 俘虏的大约500名人质。这些人质被严密监护并分布很广，所以硬来和偷袭都不现实。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自己逃跑。但如何才能只让他们知道有这样的计划，而监护他们的武装分子却不知道呢？上校想到了摩尔斯电码，因为这些人质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是有很大的可能能够理解摩尔斯电码所传递的信息的，而武装分子嘛，则恰恰相反了。但明目张胆地发送摩尔斯电码显然也不可以，那怎么办呢？整个故事当中最高潮的部分来了，上校找来了哥伦比亚最优秀的一些广告策划人和音乐制作人，写了一首流行歌曲，然后把一段摩尔斯电码的信息编码后织入其中。这首歌叫做 Better Days 美好的日子，通过130多个电台播放，有300多万人都听到了，并且在 FARC 控制的农村地区还很受欢迎呢。当美好的日子的歌声在丛林当中回荡的时候，其中包含的19人获救，你是下一个不要失去希望的摩尔斯电码信息，也传进了人质的耳朵当中。上校的计划成功了。我放一段带有编码的音乐给你听听，看看你是否也能够听出隐藏在这背后的滴滴滴滴滴。
有没有听出来？融合的真的很完美，有没有？所以当2011年这项任务解密之后，美好的日子还去戛纳拿到了一座金狮奖呢。其实类似这样使用摩尔斯电码获救或者是秘密传递出信息的例子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只是下次当你看到有人向你频频眨眼睛时，你要思考一下，他是不是在给你打暗号了？最后咱们来互动一下，顺便也帮你巩固一下，认真听听我敲出来的这段话是什么。如果你已经听出来了的话，就把它写在评论区里面吧。我来看看谁会是第一个答对的。积极留言有惊喜哦！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如果把美国的发现号航天飞机熔了拿来炼金，你猜猜看能够炼出多少黄金来？大约41公斤。当然，这还得取决于你的技术如何。当然，至少人家在生产的时候是真金白银的砸进去了那么多的。那么究竟砸到什么地方了呢？我明白了，一定是那些裹在航天器表面的金箔了，就像这些一样。可惜啊，并不是的。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黄金。先接着刚才的讲啊，那个我们经常都能在卫星探测器、空间望远镜上看到的金灿灿的薄膜呢，其实根本就不是金箔，它的里面是一点金都没有啊。实际上，它是由一种名字叫做聚酰亚胺的高分子聚合物与金属铝复合而成的材料，叫做 MLI 多层隔热材料。由于聚酰亚胺本身是黄色的，跟银色的铝组好 CP 之后呢，就正好变成金色的了，非常具有误导性。你要是也是它的受害者之一的话，就请在评论区里面举手示意一下。它的作用其实在它的名字里面就体现出来了，主要就是为了隔热的。宇宙中最大的保温瓶在什么地方？太空中啊！真空的环境呢，意味着一切的热量都无法靠空气的对流来完成，所以热的地方巨热，冷的地方巨冷。对于我们发射上天的卫星和探测器而言，就是向阳的那一面在接受炙烤，而背阴的那一面却挣扎在冰窟窿当中。这对于内部的精密仪器而言，已经不是什么舒不舒服的问题了。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手段来控制这种冰火两重天的状况的话，它们盖尔皮的用时是会非常短的。于是 MLI 就上场了。虽然太空中没有对流来传导热量，但是可以辐射啊，而辐射也是一种非常高效的热传递方式。想想冬天里面的小太阳。这是一张 MLI 材料的特写照片，可以看到它是由很多层的镀铝聚酰亚胺薄膜组合而成的，在每一层聚酰亚胺之间呢，还夹着一层网格状的材料。有点像是我们医疗用的纱布，前者负责将热量以光的方式辐射出去，后者负责隔绝每一层聚酰亚胺薄膜之间的热量传递。这样越是到内层呢，所吸收或者是散失掉的热量就能够越来越少了。与此同时它还提供了一个额外的好处呢，为航天器构筑起了第一道防线，把一些微陨石挡在了外面。在它们还没有碰到航天器的表面以前呢，就在这里被分解和蒸发掉了。当然，它不可能像是一个真正的防护盾那么有效，但作为一个正品而言呢，还真的就是如镜子一般发光啊。好了，但真金究竟藏在哪儿呢？大概有3个地方。第一个其实也是被涂在塑料膜上的，当然这个塑料膜呢是裹在里面的黄金可以非常有效的屏蔽紫外线和 X 射线，所以呢就能够为失去了地球大气层保护的暴露在宇宙射线和太阳辐射之下的航天器内的敏感电子元器件提供防护。它会被镀在一些塑料薄膜上，包裹住这些敏感的元器件，所以呢这会是我们拿来炼金的非常重要的来源之一。第二个也是大头就是那些电子电路上的触点了。黄金的导电性在所有金属中呢排名第3，仅次于位列1、2的银和铜。但其化学稳定性呢却异常的出色，比后两者都要耐腐蚀的多哪怕是在极端环境下也能够撑上很长时间，是用来制作电子电路当中那些关键触点的理想材料，比如芯片上的针脚、内存的插槽、高保真音响的接头等等。可以将额外的干扰降到最低。虽然航天飞机上没有高保真音响，但是考虑到它有大量的电子控制系统，所以多镀点金是很有必要的。还有第3个地方，航天员的舱外宇航服上，你看这个玫瑰金色的头盔多漂亮啊，绝对颜值拉满，有没有？
当然，它肯定不是为了让航天员看起来更像黄金圣斗士的。之所以要在头盔的面罩上镀上一层真金呢，其实是为了护眼的。黄金可以非常有效地反射红外线，却不会阻隔可见光。于是镀上一层金的黄金面罩，就可以既让航天员看清外界的事物，同时还能免遭完全没有经过过滤的阳光直射了。真是既好看又好看啊！好了，现在你已经知道到哪边去找炼金的材料了吧？只是把退役的巨大的航天飞机呢，从美国的博物馆里面拖回来，应该是有点难度的。那么从旧手机的电路板上下手可以吗？这个呢，咱们就可以去看看西瓜正活区的博主闲的嘞最近正在做的事啊，用100部手机来炼金，它到底能成功吗？炼出的金子跟发现号上的比起来，又会差多少呢？欢迎大家前往他的视频里面去一探究竟啊！